国民党为了自身的存续产生变革，但是党的本身利益保持又是一个方向，而带领台湾人民又是一个方向，造成意见不统一。战术层级的合作，创造共同的信任基础，再推动战略层级的交流，会比较实际。罗志祥他一直在说过去多少努力，干了多少事儿，多少兄弟姐妹在支持他，看自己能力很强，这是骨干员工该干的事情。情绪过多，明显陷入自我感动。对于旁观者来讲，推动整党事务是不是有用，这可能不是一个 leader 该干的事儿。我觉得他的认知层次明显没有提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他们的本性展现的淋漓尽致，感觉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大的帐篷，就是有利益有好处的时候就凑到一堆都出来了，没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人去哪了。当时朱立伦和张亚中去竞选党主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国民党韩国瑜落选，吴敦义辞党主席嘛。对，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士气那么低迷，形势也那么不好。去想象当时朱立伦要被一个手上没有钱没有任何资源的张亚中打成那个样子，国民党的那些对不对？所谓的党内的天王呢，去哪了？这个时候该你们要承担的时候，你们跑哪去了？你如果说真的就像他们那些老派的那些政治人物还是这么玩的话，那我只能说国民党也不知道说他们怎么好。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说为什么当初年轻人没有站出来？很简单，当时张亚中和朱立伦选党主席的时候，所以他们当时出来的话也没有吧。顺便再回应一下包括张亚中这一次选的话，其实说实话给我的感觉，如果真的首先第一，我会觉得说他基本上是出局的陪跑的。如果真的他当选，我也会觉得说对于以后的话，他可能就是所谓的政令出不了党中央，没人会听他的。先不说你打不打得赢选战，你最主要的一个任务，你要保持一个党组织的运作啊，你每个月的几千万的一个党务费用你得募得到啊。你张亚中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钱的话，谁听你的嘛？你选举也要钱，也要资源的，靠制度跟理念。要这样讲的话呢，我也知道大家辛苦一下，熬一熬，坚持一下，总会有这种饼。说实话，大家都成年人了，有几个能信的？我是不看好张亚中的。你之前国民党那么低落的时候，你们这些人谁出来谁说我要带领党怎么样，我要扛起这个责任，还不是最后就朱立伦扛的？在大陆干管理岗的应该都听说过阿里的基层管理三板斧，叫定目标、定过程、拿结果。团队 leader 需要拿出一个让团队每一位伙伴都要感到兴奋的、愿意去付出行动的，而且执行可落地的目标。如果放大到党主席这个位置，他仍然需要定目标，但这个目标要更大，叫战略目标。那么这个战略目标怎么定呢？我自己带小团队的这个实践经验啊，当然称不上战略，只是个小目标而已，就靠民主集中制。民主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收集不同背景党员，尤其是基层党员的牺牲和关注的问题。二呢，就是靠集中收回来的这堆东西，也包括摆在面前的各种问题。那你说我把前面这一堆念成目标，你们会兴奋吗？对吧？这些东西谁不懂啊？我用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把能开这些所有锁的钥匙，找到最根源、最关键的问题，抓主要矛盾，然后尝试去解决它。这个问题我们叫做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联动性的解决。然后我们只要给出解决方案，哪怕是你只有第一步的动作，而且有了做完这一步动作之后有个愿景，你第一版的战略目标其实就形成了。不断的自上而下的宣贯，继续民主集中，反复民主集中。leader 在宣贯的过程中还要考虑你自己这套东西的逻辑严谨性，以及给别人讲的时候能说人话，让人听懂。这个需要有情绪感染力，别人也需要对你这个东西来不断的挑战。最后整个团队乃至整个党其实都有了共识。罗志祥，我是发现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我的感觉就是他一直在说过去多少努力，干了多少事儿，然后有多少兄弟姐妹在支持他，表现自己能力很强。但坦率的讲，这是一个骨干员工该干的事情。而且在我看来，情绪过多，明显陷入了一种自我感动。就对于我们这种旁观者来讲啊，但这种感动对于推动整党事务是不是有用，这可能不是一个 leader 该干的事儿。我觉得他的认知层次明显没有提高。至于郑丽文呢，他其实无意识的在做这件事儿。他过程当中提到最多的是党内自身治理的问题，然后结辩说的是民进党，但是和张亚中是一样，他的这个原问题他站不站得住脚，他也没有给太多解释，以及除了情绪也没有给解决方案。他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这个节奏就被别人带跑了。我在这里说的其实就是
一个方法论，也不一定对。如果参选人也听我这一套，准备起来会很艰辛了。在辩论场上的事就很好做了，因为大家听完了，自然就自己该做什么就一清二楚了，也知道自己一定做完这件事儿，然后大家一块儿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郑丽文和亚中他两个基本上是偏向于要对党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的。罗志强和这个郝龙斌呢，他俩是偏向于这个对于既有利益进行比较大程度的维护的。就是詹亚中他是偏向于这个战略层次的，而郑丽文呢，他更偏向于就是对于党进行改革，某种形式上的就是在制度上的战术性的改变。是一个讲的是方向，另外一个是讲的是自身的体制一种稳定性的这种感觉。而罗志强呢，他做的说法是，我先不管别的，就是先把现在的目标下架民进党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因为他自己也说，就是到2026之后他就不干了。我个人来看呢，他们三个就是其实讲的当然都是对的，说的问题也都是国民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三个在实行起来上面都有难度。张亚中不用说了，如果你是说想要跟大陆谈，你连自己的党员都无法团结，郑丽文他当然是要就是对这个组织架构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但这又势必呢要造成某些的利益上的冲突。此外，从现实上讲，也有人跟他分票，就是。然后罗志强这方面当然是想要讲蓝白合，但是蓝白合是当下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方程式。但问题在于，如果说了未来情况又有变，比如说蓝的力度又弱下去了，就是蓝白合也打不过绿，或者说蓝单独就能打过绿，罗志强本人的作用，他能够像他现在选举现在说的这么大了吗？我认为就是反映了三个问题吧，就是一个是国民党为了自身的存续，他想要产生某种变革，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党的本身利益保持又是一个方向，而带领台湾人民它又是一个方向，三个不同的方向，造成了现在就是意见比较不统一。怎样让党的利益和台湾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想最后还是大有可为。台湾目前现在面对的就是几个主要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然后美国的一些具体压迫，然后还有一些民进党当政的一些各种的不好的行为，然后还有当然包括中国大陆这边还有潜在的一些影响，岛内很多人怕面临中国大陆这种冲击。然后这边是张亚中给出的一个明显的解方，是与中国大陆谈判可以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但是不考虑这个谈判究竟是否真的能解决以上所有问题，还有这个谈判如果它只是在一个国民党主席，而且还是一个目前在野党的情况下来去推动这一进程。如果你的就是整体的政治理念偏向于政治争斗而非政策方面，很多方面偏向了一些政治性的安排而非政策性的推广和安排的话，你的实际效率是可能不够的。这边我发现就是第一轮辩论光是政治上的安排，在政策上面的东西反而提及很少，就缺乏一种就是政策上面的实际和了解水平和在政策上面对于台湾社会的一种实际影响力，就是想就是说上方面有这方面感觉到。你看这次出来的候选人啊，除了罗志强、郑丽、张亚中、郝龙斌这些都是老屁股了，他们在之前都选过了，在逆风的时候都选过了，尤其是郝龙斌还连选2次，连败2次，很逆风。那时候才比较符合就是国民党这个危如累卵的时候，然后没有大佬愿意出来接，但是那个时候郝龙斌有出来接，只是他输而已。然后那个时候张亚中也有出来，只是他不符合资格，所以2020年他那时候没办法选，这就变成只有江启臣跟郝龙斌来选。国民党党主席你不是主角啊，你是要来谈炮火的。就这一点，我可以明确表态，我支持罗志强。不是说郑丽文不好，是那个张亚中老师，因为他比较理念型，我没有讲那么理念型的东西，我讲的都非常具体。这是国民党党主席要干什么事。首先你要出来谈炮火，不是只有你嘴巴讲说，我要来谈，我要来谈，人家就会理你，不是的。国民党党主席在民进党的眼中，你们都是下士。基本上民进党不会理国民党党主席，不会理郑丽文，不会想理罗志强，也不会想理不管是谁，就你们不入流啦。民进党他们只想集中火力去打卢秀燕，再来打蒋万安。那稍微还除了这2个人之外，稍微还会被集火的大概就韩国瑜，只有这3个人有砍斩，他们有资格被民进党围剿。所以说今天你这个党主席你要出来谈炮火，可人家不甩你啊，你要怎么来谈炮火呢？首先为什么我说我明确支持罗志强，他适合出来谈炮火，是因为他本身就在战场，立法院本来就是在野党跟执政党攻防的地方嘛。今天假设你没有这个舞台，讲白了就是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民进党可能也懒得回应你们了，他们只会去炮卢秀燕了。那今天国民党党主席你的工作就是要替卢秀燕保驾护航嘛，所以你要想要把火力集中到你身上嘛。今天你罗志强他在国会，他总有质询就是行政院长的机会吧，质询部会首长的机会吧，还有跟这些明星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吵架的机会吧。那这个就是吸炮火的机会啦，你这样才能把媒体的焦点集中在你身上，你去吸仇恨嘛，你把仇恨值吸收在你身上，让大家讨厌你嘛。邓立维可能可以就是投冲撞啊，还有他讲话也很犀利嘛，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到国民党的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被
会那个检调起诉，他们是会号召群众去包围地检署，他们没在跟你管什么国法，带入这一点冲撞的 DNA， 这是他的优势啦。所以我就是最支持罗志强，不是说罗志强的人格特质跟魅力比郑丽文好，我觉得两个都很好，但重点就是因为罗志强他在立法院，他有主动吸炮火、主动成为坦的这个舞台跟本钱。